我全程监控。 So all my mate, I am Billy Kemba. I run the races and fix one of them so they got to shoot against the post. 今天这个里面电瓶车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路线会比较交错，然后走的路过程中，思刚把我鞋子踩了。真不是故意的。你的诡计是吧？诡计多端是吧你啊？哈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的频道啊！今天视频主角一加 Turbo 6刚刚发布的9000毫安时的电池，8S Gen 4的处理器。哎呀，好屌啊！哎呀，虽然这电池挺大的，但是它的对手也很强悍。然后今天我也不是很乐观，因为这个处理器我们测了很多次了。表现好的屈指可数啊，不知道它今天的表现最后会怎么样啊？发布没有多久的荣耀17 Pro Max， 好吧？好。 10080的电池，处理器天玑8500E，好像是不怎么样。操控脚有没有装歪？看一下。哎，这台好像没有装歪哎。这个品种还可以啊。今天你们两个遭殃了，好吧？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荣耀 Win RT 啊，骁龙8E 的处理器，不是刚说过吗？哎，你别管，今天就是报答你们两个，好吧？哭着求饶吧，好吧？然后呢，10000毫安时的电池很爽啊，珠圆玉润的，太爱它了，好吧？你好像就这么几招，我有点看腻了。那听你啊。他们都是2000多的手机吧，然后这个荣耀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连出2个10000毫安时的电池，但是这个处理器差的有点大。然后我们昨天已经看了一下他们能开的画质啊，说实话负载差的挺大的啊，就是尤其这个 Power 2吧，就是 iPhone 啊 ，iPhone 能开什么，它就能开什么。哦，就6帧的金闪闪，然后王者也开不了最高，就这样了。我说实话，班里同学成绩有的差有的好，很正常。但是呢，差的同学能不能不要拖好同学的后腿呢？我们今天还要跟你拉的一样吗？那再说吧，好吧。好吧，那大家今天就重点关注一下他们的表现吧。负载我们到时候酌情统一啊。2个荣耀卖一样的价格。那策略不一样嘛，这个 Power 2是主打线下嘛，我们线下都能看到。这个 RT 呢就主攻线上啊，主要在网上卖啊，大家现实中看不太到。你们2个什么指纹啊？哎呀，这个一加跟 Power 2都是什么？短焦指纹。短焦啊，没救啊，又不是不能用，对吧？可以了，线下就可以了。那么相关的设置及流程呢，我们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相助啊！接着开始今天的测试啊，先来打王者荣耀吧。第一把王者荣耀，大家都向荣耀 Power 2看齐，好吧？120帧加上4兆的画质，我想笑啊！向我们 iPhone 看齐。我的这个一加 Turbo 6呢，最高是120帧加智力最高的画质啊。它这个144帧不知道是有没有适配啊？就是144帧跟最高是不能开的，只能144加次高。俩什么表现啊？我这个Win RT可以开到144赫兹，虽然会有个提示，但是开完之后爆杀你们两个，好吧？而且我发现你的荣耀 Win RT 这个亮度怎么这么高啊？对，来看亮度。我们刚刚已经开关过好几次了。这个右边的荣耀 Win RT 明显亮一些。那我们就把亮度调到跟这个一加一样。那一加已经拿到最高了呀，没办法了。已经到极限了，为你妥协了，好吧？我们正常都是把音量调到50%啊，但是发现这个一加会稍微小一点，所以它又加了一折。现在3台手机音量差不多了，就小一点点啊，小一点点也是小啊。刚刚看了一下设置啊，朋友们，荣耀默认这个风扇是不开启的，只有在进入游戏之后呢，会默认打开。那我们就不手动干预了，就按它这个默认设置来吧。第一把王者荣耀打了18分钟，3台手机都没什么问题，偶尔会118、119这样。但是呢，我的荣耀现在电是100，小笑啊。Turbo 6还有96的电量啊 ，RT 还有98的电量。你这个 Power 好假呀！屌，什么叫假？什么叫屌？好吧。跟 iPhone 一样是吧？那么第二把画质呢，我们就能开的最高了。我的 Turbo 6呢是120加智力最高，我这个 RT 呢是144赫兹加最高。我就这样啊，我就是 iPhone 啊。游戏画质呢由于差的比较大，我们就酌情给它控制一下，好吧？也不指望呢能把这3台手机都用完啊，毕竟2台都是上万毫安时的电池，大家就重点看一下表现就好了。第二把王者荣耀5v5我们打了8、9分钟啊，哎，对面给我们打投降了。3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我的 Turbo 6现在还有93的电，我这个 RT 还有96的电。哎呀，我的 Power 2还有100的电呢，这太假了，好吧？我懒得说，好吧？这个人又自己加餐去了，我们在这等会儿他吧。等他吃小零食的时候，我们就刷一下美团吧。这3台手机好像都没什么加载的问题啊，那我们就刷10分钟吧。OK， 10分钟美团刷完了，没有什么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就来测一下信号。然后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都开关了自动亮度的情况下呢，是 Win RT 的亮度遥遥领先啊。Power 跟 Turbo 6的自动亮度差不多，但是峰值亮度呢还是 Power 要高一点。我们刚刚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并且现在像太阳把他们3台手机的自动亮度全都重新开关过了。可以看到就是右边的荣耀 RT 和中间的一加 Turbo 6
亮度差不太多。左边的荣耀 Power 2呢会稍微暗一点，它自动亮度也没有拉满，那我们给它拉满一下吧。拉满了之后，两台荣耀还是会显得稍微亮一点啊。我们现在来发送一下这段视频啊，3、2、1点。只有右边的荣耀 Power 2不需要导出。好屌，好屌！哦，发完了，秒了呀。其他两台全都在导出呢，然后大家可以看到8S Gen 4的一加 Turbo 6是最慢的，都不如我天玑呀！你别叫了。啊，发的还是挺快的。Turbo 6什么意思呢？解释一下。坐站中间被吸干了，很正常嘛。啊，好，发完了。好暗啊，这个Turbo 6。它是不是啊？现在这个亮度很明显，它中间很暗了。刚刚那个页面感觉还可以啊。啊，它现在屏幕亮度是拉满的呀，都是拉满的。啊，3台全是拉满的，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一加很明显的要暗一些啊。现在我们用电信卡打电话，联动卡来刷抖音啊，现在慢刷。哎，现在一加这个亮度感觉又不低了，我们又重新开关过了啊。慢刷感觉都还行啊，加个速度吧。一点点的加载吧，这个比较正常啊。 RT 目前还挺流畅的了。好，好，最快吧。我们现在最快吧。最快这个，哎，它怎么黑了？怎么回事？哎，等一下，哦，哎，它不用解锁，哎，它也不是锁屏啊，摁了一下它就亮了呀。啊，好奇怪啊！RT出了点问题啊，其他两台也不是特别流畅吧。但是他们就是那种加载的比较久啊。现在我们用联动卡打电话，电信卡来刷抖音啊，现在慢刷吧。哎，不是，它怎么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啊，它怎么刷黑了？我们是没有东西挡住它这里的，对虽然我们在打电话，哎，你看亮了，它又亮了，什么意思啊？哎，很奇怪啊。就刷的过程中，其实右边的思康它的手并没有触碰到手机的顶部啊，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通话导致黑暗的。对啊，那莫名其妙就黑屏了。感觉慢刷还行吧。那加快速度吧。我觉得 Power 2黑的会稍微多一点点啊。哎，它怎么又出现这样了？哎，不是，这么敏感吗？什么意思啊？就这个 RT 怎么它上一次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啊？对，就摁一下它就好了，它又不用解锁。那我们再最快吧。最快的话感觉是 WinRT 要好一点，这个 Turbo 6刷不动啊。就感觉加载时间比较长一点。Power 2也是。现在我们准备下载一个 1.2G 的英雄联盟手游安装包啊。这个自动亮度我们又重新开关过了，我感觉这个一加呢，它应该是有白名单，它在这个页面又很暗了啊，朋友们，中间这台啊，我们现在来下载一下3、2、1点。哦，中间的一加非常的快，我操，50多，哇，快60了，58。这我认识的这是绿厂吗？我天哪！啊，它的默认浏览器说不定是下载白名单啊，这速度也太快了。你这吸两边是吧？那咋了？中间系两边下完了，一加下完了，遥遥领先。遥遥领先。这太夸张了，这比2台荣耀快多了呀！这那我下完了，你们速度也没有变化很多啊。它都安装完了。哎，我的 Power 2好像起来了，20兆，20兆 ，OK。Power 2一会儿飙到20多，然后现在又到刚刚还几百 K，好奇怪啊！我昨天在家下载的时候发现那个 Power 2还没有 WiFi 7呢。WinRT 不声不响的已经快下完了。哎，反超一下，没有反超，没有机会，还是慢一点点。我们来看看电量啊，我这个 WinRT 是89的电现在。Turbo 6 88。哎，我还95。你这个太假了！哇，这我们现在才用了1小时7分钟啊，可以看到这个是计算了桌面的使用时间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我们打下微信视频通话吧。这个左边的荣耀 Power 2，它默认中度美颜，然后非常的假啊！你看一下这个，哎呀，一点细节都没有了，在脸上，我脸上是带了个什么东西，感觉在敷着面膜这种感觉啊！中间这个一加呢，就经典一加，显得也还比较真实吧，但是会显得有点暗呢。而且它这个视野是3台手机里面最广的，几乎没有美颜吧，但也不算特别丑了，比较真实。右边这个荣耀 RT 呢，就感觉有点糊，也是有一点点的美颜吧。但是我觉得它整体不太好看，我觉得一加效果是比较好的。这个后置的效果，我觉得中间的一加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整个的清晰度感觉是最高的。然后其他2台荣耀感觉颜色有点假假的。视野范围的话，一加跟荣耀 Power 2是差不多的，但是荣耀 WinRT 就感觉要稍微窄一点了。我们打完10分钟微信视频通话了，现在准备高德地图步行档去甜品站呢。我这个荣耀 Power 2一开始规划路线怎么在马路对面啊？但是它的实时位置是对的呀。它一开始这个定位是错的啊，但它现在这个实时位置是对的，其他2台的都没有问题啊。刚刚那些3台手机的实时位置表现都还可以啊。现在导航还是让我们直行，那我们就故意走错一下，往左拐了。往前走了20米啊，我这个 RT 呢实时位置是对了，但是呢一停下来之后又回去了呀。
我的 Power 比它晚几米对吧？现在位置也是回去了。一加 Turbo 6跟荣耀 RT 的情况是差不多了，现在也回去了。总的来说，3台手机的实时位置这一段表现都不太行啊。我们就往前走，看会不会规划路线吧。又往前走了不到10米啊，我的 Turbo 6已经率先给我规划路线了。荣耀就是垃圾。说话，我们两台荣耀往前走吧。一加亮度不行，但是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啊。RT 好了 ，Power 2还没有重新规划路线，我继续走吧。他说什么？我听不知道。反正 RT 好了。现在好了，又差 RT 10来米吧。虽然两台荣耀规划的比我慢，但是他们规划路线呢也没我好啊。我的 Turbo 6呢，在很早的时候就让我执行了，他们呢现在还是让他们回头啊。但是他们有一条备选的执行的路线，但是没有选。两台荣耀几乎是同一时间切换了往前走的路线了，整体表现肯定是不如 Turbo 6的吧，稍差吧。稍差嘛，我觉得很差啊，快走啊！跟 Turbo 6比非常差。导航让我们往右转，哎，我们偏偏要直行啊，我们又过了一个马路。然后过马路途中呢，一加 Turbo 6跟 Win RT 的实时位置是对的，然后停下来之后。哎，不对，现在还是对的啊。Power 2呢？你的实时位置对不对？又轮到我了，那我该走呗。其实停下来之后，这个 Win RT 它其实是回去了的。我的 Power 就没对住啊。对，那我们就往前走，看什么时候会规划吧。我们往前走了一节，发现两台荣耀都重新规划路线了，都是掉头走。但是我这个 RT 会率先早一点呀，比这个 Power 2。别叫，还有高手，我也发现啊。我的一加才是最早规划的，因为它图有点大。你看，我在这个十字路口中间就已经让我回去了。看到没？哦，那还是比较快的。我们又往前走了不到10米啊，我的 Turbo 6又规划了，现在规划的是直行的路线。我这个 RT 呢也规划新的路线是往前呀，你这个怎么说呀？Power 2前面有备选路线，但是没切换呢，等会儿肯定也会切换的。我的 Power 2刚刚过了10米左右啊，也重新规划路线了，切换到了我的备选路线上面。刚刚右转过了个马路啊，一加 Turbo 6跟荣耀 Win RT 的实时位置都是非常准确的啊，现在停下来可能回去了。Power 刚转出来的时候实时位置是对的，但是走一走它的位置又错了，又去马路对面了。感觉你的实时位置不是很稳定啊。而且他们两台荣耀其实都是有点区别的，因为这台 Power 2呢，它是在我们走的过程中就转过去了啊。这个 RT 呢是到了这里停下来，它才回去的。我的 Power 2开始自己往前走了，开始虚空了，哇，开始虚空了。哎，2000块这样可以了，可以了。不是 RT 不是走的更多吗 ？RT 都470了。啊，你看。哦 ，RT 走这么多，我们都是2000块。哎。它停住了，两台都停住了。那你一加是完全没有走啊？对啊，我一加表现很好啊。确实，你这两台都走，还在走吗？还开始走，他又开始走了。想要超越 RT 是吧？他怎么都在走是吧？那还是 Power 2更胜一筹啊！你好厉害啊！我太快了，我们走起来了，两台荣耀都重新规划路线了。一加目前实时位置不对，并且也没有规划路线啊。但是我想辩解一下，懂的都懂好吧？因为他们两个出现了虚空行走问题，实际位置偏离的比较大，所以呢系统识别到了，就给它规划路线了。我们又过了个马路啊，Turbo 6表现就很糟糕了啊，没有规划路线，并且实时位置一直都不对。刚刚叽里咕噜说那么多，现在只有我的 Power 2的实时位置是对的。我这 RT 的实时位置也不对啊，然后规划路线是在对面。那我们就稍微调理一下吧。到达调理点之后，哎 ，Turbo 6跟 Win RT 的实时位置都对了。我们导航了快30分钟，现在到达目的地了。整个导航过程中呢，我的 Turbo 6啊亮度是没有 RT 高的，但是跟 Power 2差不多啊。表现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尤其一开始啊，它的实时定位跟规划速度都非常的快。但是自从两台荣耀虚空行走之后，哎，可能就因祸得福，规划路线那一段我的 Turbo 6就不太行了。但是最后那一节呢，Turbo 6的实时位置还是比较准的。总体来说稍微好一点点吧。我这 RT 呢，感觉唯一的优点就是亮度比较高啊，然后无论是实时位置呢，还是这个路线规划，都是感觉比较慢。然后跟这个 Power 2呢会有胜负，可能还略弱一点。我的 Power 2前半节的实时位置和路线规划表现会稍微差一点，但是后半段的实时位置表现应该还可以了。现在是中午的11点52分，我们用了1小时58分钟手机了。现在我的 Power 2还有87的电 ，RT 还有77啊。你们俩就差10%了，你们俩不都1万毫安时吗？而且更恐怖的是，我这个一加还有81的电啊，我这9千毫安时啊。虽然说负载差不多吧，但是你亮度高一点，但是1000毫安时你还电比我少，有点不太应该了。RT 怎么回事啊？我们先去厕所里面测一下信号吧。哎，你怎么不说一下你这个亮度也没有很高，也没有很低呀、你之前游戏负载也没有很高、也没有很低呀、你哪里不低了？你跟 iPhone 一样，你哪里不低了 ？iPhone 可以了，很好了。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信号非常差的厕所了，刚刚我们已经开关过了自动亮度，现在是感觉啊中间的一加亮度要稍微低一点啊。然后 Turbo 6跟 Win RT 呢是都有环境色自适应的，但是这个 Power 2没有啊，感觉是阉割了一点啊。但是他们俩的这个环境自适应感觉都很一般吧，荣耀就很不明显。
这个一加呢就感觉有点过了，太黄了。现在我们用联通查打的电话，点。哦，RT 很快通了。哦，另外2台差不多啊。现在我们微信里面同时发送了表情包啊。哎，中间的一加，一加跟这个 Power 2直接显示无法连接服务器啊，我们还是试一下好吧？来吧，点。OK，Turbo 6跟这个 Power 2都在转啊，我的 WinRT 已经发出去了，但他们收不到。哎，RT 遥遥领先啊，虽然 RT 这里显示4G 0格。OK， 只有WinRT 是没有红的，另外2台都已经红掉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微博了。OK， 我这个 WinRT 显示收到了中间一加发出来信息，同时一加也刷新出来了微博，但是左边的 Power 2还是毫无反应啊。那我们就另外2台比一下吧。哎，感觉还是这个 WinRT 的表现会稍微好一点。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抖音了，中间的 Turbo 6跟右边的 RT 都是能刷出来新的，但是很明显是 RT 更胜一筹啊！我很早就有画面能动了。左边的 Power 2真的是毫无反应啊！还是之前加载的啊。那我另外2台刷一下吧。那还是我的 WinRT 更胜一筹啊！我这个很顺畅的。我们点着评论区试试吧。OK， 中间的 Turbo 6显示网络不稳定，右边的 WinRT 加载出来了啊！高下立判。我们现在换电信卡吧。我们先用他们的电信卡来打个电话。哦，行，都通了，但是速度感觉都一般啊。微信来发送3个表情。哎呦，这个 Power 2就是会慢一点啊。我们现在进入微博同城啊，3台手机都刷出来新的内容，我们现在同时来刷一下。好像差不多，再来一次。啊，都不错。我们现在开始刷抖音啊，右边的 WinRT 提示网络不稳定啊，并且也没有下载出新的内容。另外的荣耀 Power 2跟 Turbo 6都下载出来了，我们刷一下吧。哦，这个 WinRT 加载了好久，也加载出来了新的，但是你看它这图片都加载不出来了，这种情况。哦，可以了，那我们同时开始刷吧。RT 确实是差一点啊，都是黑的。那第2台感觉都还挺顺畅的啊。感觉 Power 2这个电信卡还挺流畅的。尤其是 Power 2更好哦。我们点评论区再试一下吧。点。哎呦，这是 Power 2，然后是 Turbo 6，最后是 RT。Power 2像这个信号3格，另外2台是4G 2格，甚至1格。OK， 那这个厕所呢，我觉得3台手机都是旗鼓相当啊。联通是 RT 大于 Turbo 6大于 Power 2，电信呢就是反过来了啊，就这么个情况。我们现在到地下车库，准备来扫一下墙上的微信付款码，大概是1米的样子。现在3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4G 网络，这个中间的 Turbo 6怎么这么亮呢？突然，在这种暗的地方它也这么亮啊！来吧 ，OK。哦，是右边的 WinRT 进去的是最快的。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到5米的样子了，走吧。全都没有反应，一点都没有。那往前走一点吧。这都已经走进了这么多了哦，其他2台也开始放大了。OK， 只有一加没有扫出来啊，一加会稍微慢一点，距离是差不多的。现在我们到这个比较暗的地方来扫一下二维码，微信1米。OK， 都没有问题啊。3米来，还是一加会稍微慢一点啊。看我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呢？就转子马达呗，怎么了？你这个Power 2为什么要转子马达加短焦指纹？我真的无语了。线下用户根本感知不到，好吧？怎么就感知不到呢？他刚不就发现了吗？对啊，我刚解锁的时候发现了，手感稀碎，他又不是线下用户。就你用惯了其他手机，你就这个能感受出来好吧？不要狡辩。它不是跟 RT 卖一个价格吗？很难想象这2个居然是同一个厂家的手机啊，而且还是同一个价位呢。对。我 Turbo 6虽然是短焦指纹，但是啊马达这一块不含糊啊，这个正感还是不错的，不像有些没良心的啊。现在我们准备去坐地铁了，就是信息流啊，还是抖音？我全程监控。So all my mate, I am Billy Kemba. I run the races and fix one of them, so they got to shoot against the post. 我已经拍到我想拍的东西了。Shut the fuck up. 我们已经从地铁里出来了，刚刚已经刷了25分钟信息流了，我们再刷5分钟淘宝吧，这要凑够30分钟。正好现在太阳还可以，顺便晒晒太阳吧。脖子哥怎么说啊？脖子哥，鲁鸡鸡。30分钟信息流刷完了，3台都没什么问题。现在我的 Turbo 6还有75的电 ，RT 还有70的电。哎呦，又是10%，Power 2是80，现在是中午的12点51分，我们用了2小时44分手机了。接下来我们就用百度地图步行软件窜一下南门口的巷子，看一下3台手机谁更好一点。感觉你快没气了。
今天这个里面电瓶车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路线会比较交错，然后走的路过程中，思康把我鞋子踩掉了。真不是故意的。你的诡计是吧？诡计多端是吧你啊？我们走了12分钟啊，看一下步行轨迹啊，3台的起始位置，你这个都不行。但是最夸张的就是这个趴瓦2，好吧，直接去马路对面了。你这个太夸张了，其他2台只是在地铁站下面，但都不太行啊。到巷子之前这一节3台手机就都不太行了，因为偏的太多了。进入到巷子里面这一节，我的趴瓦2表现也不怎么样啊。它这个地方有一个迷之突起啊，一点点的，一加还可以，还基本上在路上。这个 RT 也不太行，稍微偏下了一点了。这个回头路的话，3台手机就都不太行啊，都交错了。一个比一个差，尤其是这趴瓦。确实比较狭窄，会有点交错，但不至于这么弯弯扭扭啊。其实最接近的应该是这个 RT 了，它2个路线来回都比较近一点嘛。这个最夸张的这个趴瓦2这个真不行，而且它出来之后，它在底下绕了个圈，看到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不是很懂了啊。吃豆花去了。接下来这个拐下来的话，3台手机都不太行啊，但最好的应该是这个 RT 了。它下面这一节路其实是有点在路上的，但其他2台都有莫名其妙的弯折。这条路的后半截，这个趴瓦干嘛呀？画着弧线呢？很奇怪啊。但是这个中间的一加呢也挺奇怪的，它前面就一直在往上走，后面又到路上一点了。RT 也差不多吧。就都不太行啊。校门口这一节我们是沿着道路下侧走的，3台手机都有点偏上哎，但整体形状都还可以。小巷子里面整体情况比较好的应该是这个一加了，但它也没有很好啊，其他的都有点奇奇怪怪的那种弯折啊，尤其是这台 RT 啊，它为什么会有一个那种突出呢？2栋楼之间这个路线的话是 RT 会比较接近我们实际走的，我们是靠着下面走的。这个一加呢，其实也还可以，它就在2栋楼中间嘛。荣耀就贴到上面去了都。趴瓦2不太行啊，它已经贴到上面那一栋去了。拐掉文庙平巷的前半截，3台手机都是照常的往下偏啊。后半截感觉我的趴瓦2会稍微好一点，比较贴近在路上。是的，但是其他2台也没差太多吧。这个地方毕竟还是比较开阔一点哦。最后一节比较开阔的古潭街。荣耀 WinRT 和一加 Turbo 6还是比较准的，是靠着这条路的相对靠右侧走的，但是这个荣耀趴瓦2就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啊，挺差的了。整体表现看就是荣耀趴瓦2的表现是最差的，但是3台手机都说不上很好吧？对，就中等了。现在趴瓦2还有78的电 ，RT 还有66的电。哎，我的 Turbo 6还有73的电。现在已经下午1点11了，我们先不打铲了，直接进去点餐吧。我们吃饭之前先看这个 B 站4K 6帧视频呀，来看亮度。那亮度就不用说了，肯定是 WinRT 比较亮了。你们其他2台调的跟 WinRT 一样，好吧？刚视频放完了，然后现在呢菜已经上齐了，我们准备来拍一下照片。2台荣耀他们默认的都是鲜明啊，他们也可能会有一点 AI 什么的，我们就不去管它了。然后我能感受到就是荣耀趴瓦2这个取景框感觉不是很流畅啊。这边是一加，但是 RT 的又还可以啊。这张1倍的拍全部的菜，感觉是荣耀 RT 会比较好看一点，感觉一加也没有那么好看。接下来就是2倍拍单个的菜了。WinRT 感觉这个颜色还比较正常一点，感觉是比较偏好看一点的。趴瓦2就感觉所有的食材都隔夜了，而且为什么能拍出来这么蓝呢？趴瓦2的屏幕就看着蓝，我感觉看着稍微有点不舒服。好冷啊，而且拍出来真的挺难看的。这就是美食模式吗？哎，朋友们，我必须要说一下了，就是它中间不是有个水平仪吗？它每次我只要摆平了，它就会震动一下，然后是转子马达。想笑就笑吧，好吧，别憋着了。Turbo 6没有超广角哎，它这里只有1倍和2倍。它为什么后面显得好像镜头很多一样，但连超广角都没有啊？它应该有一颗镜头是那个什么微距之类的吧，就是那种凑数的啊。哎，这个一加 Turbo 6我觉得没有其他绿场拍美食那么好看啊。它整个画面也是显得比较阴暗的，哎呀，好难看呢。哦，这3台里面你要拍美食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 WinRT 哦。它之前不是还比 Win 好吗？哦，好像是的。我们吃饭时间就看 B 站的1080P 原画直播，并且打开了弹幕。现在屏幕亮度还是右边的 WinRT 会比较高啊，它现在一整天的亮度都比较高。你们就拿的跟 WinRT 一样吧，因为它这个亮度看着比较舒服一点啊。这是我们正常吃饭的碗，这是给我们盛饭的那个大碗。这是你吃饭的碗，咋了？不能大快朵颐一下了？我们已经看完了30分钟的 B 站直播了，现在我们准备来打一下金彩蛋。先来报一下电量吧，我的 Turbo 6还有68的电 ，RT 还有59的电，趴瓦还有72啊！现在已经用了4小时2分钟了。你要干什么 Power？ 感觉能用了至少15、16个小时吧。15、16个小时，对对对。那现在太阳很好啊，冬天非常的
很温暖啊。我们就在这个太阳下来打金铲铲吧。我们荣耀这支金铲铲也全面对标 iPhone 了，60帧超轻加极高。OK。什么叫荣耀对标 iPhone？ 是 Power 2对标 iPhone。别人 RT 能开多少？我的 RT 是165赫兹加超轻加至真的画质。你看 Power 就是屎，太屌了，太屌了！我这个 Turbo 6呢，可以开120加至真的画质啊，没有 RT 强啊，比它芯片强一点。那怎么说啊？我们要迁就这个傻逼 Power 2吗？别迁就了吧，今天你赢了，好吧，你续航赢了，不想管你了。反正我就这样式儿了，真的不想管你了，已经。那我们2台就同意一下，开120加至真的画质，好吧？我们打的时候发现还是 RT 的亮度高一点呢，那我们都锁到跟 RT 差不多了。我们在这个大太阳下边走边打，打了10几分钟啊。我们一开始是以这个荣耀 Win RT 的亮度为标准的，但是打着打着，现在是1加的亮度要更加高了呀。所以现在他们以1加为准，但其实这个 RT 已经拉满了，它拉满了也没有我的1加亮啊。确实，它降亮度了。这个1加是很明显的要亮一些了。我的 Power 2还没拉满呢，我感觉我拉满我最亮。你60帧不要叫了，你滚吧！我最亮，你一边凉快是吧？亮什么？60帧呢？亮太亮了。我的帧率是稳得住的，120帧啊。OK，RT 降帧率了，刚才是120，然后现在看的时候是104左右了。找了个地方坐，他们全部坐在没有太阳晒的地方啊。哎，你那个 Power 2这样子乍一看真的是 iPhone 哎。就是 iPhone。这把竟然打了快20分钟啊！我刚刚一看，我去，呀，它的帧率开始反复横跳。我刚刚看的时候是88，然后它突然蹦到97，然后现在拍的时候又变成了120啊，感觉它在那个临界点了。8S Gen 4调的还可以了嘞，可以了，真的。与此同时啊，我这个 RT 100帧了呀，还开着风扇呢。不，你这风扇有什么用啊？又打了将近4分钟啊，我这个荣耀 RT 呢，降到了84帧啊，85帧。我吐了。Turbo 6也稳不住了，刚刚回光返照到了120，不久就锁90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启电竞模式，看能不能提高一下帧率吧。60帧挺好的。开启了游戏模式啊，我这个 RT 100帧啊，就多了20帧，真假的游戏模式啊！天哪！也还行吧，就是不如我 Turbo 啊，我 Turbo 现在是120帧，装起来了，不知道能稳多久啊，继续打吧。哎，但是你8S Gen 4这个真的是算调的很好的了，而且它的续航也不差。我之前的不是都只能开90嘛？这把游戏打了34分钟啊，我这60帧的金铲铲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啊，它还有64的电。我这个 Turbo 6呢，开启了电竞模式之后，短暂的维持了2-3分钟的120帧，后面呢还是给我锁在了90。但是我说实话，它这个8S Gen 4调的还挺好的，我这个表现挺满意的，因为我们今天温度很高啊，现在有20度，而且我们走过来也是大太阳晒着的，它机身其实发热挺严重的，还能维持了那么久的120。真的可以了。我这个 RT 呢，开启游戏模式之后呢，也没有回到120，就是在100左右浮动。然后在游戏最后面，就是我不是也死了，我第8名，好吧。然后呢，它真的就80左右浮动啊，一直就没回到120了。而且风扇我后面听了一下，声音也不小了，这个感觉没有调度不是很好。你这8亿调的跟我这8S Gen 4差不多哈。闭嘴，就这个意思啊。闭嘴。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现在 RT 还有40的电，我的 Turbo 6还有52的电。不。什么呀？这是1万。感觉这个 RT 调的一般啊，而且我们打金铲的过程中，其实亮度统一了的，也没有差距特别大吧。而且到后期这个 RT 不是亮度还对它还掉了。当时大太阳晒着的时候，是我 Turbo 6亮度更高啊。你在干嘛呢？不知道啊。工程师出来说话，好吧。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要来录像了。这3台手机呢，拍照录像就那样了，好吧。但是呢，他们3台手机全都支持4K 60帧的拍摄，后置镜头。我们就不去变焦什么了吧，好吧，因为有2台，他们都是没有那个超广角的选项的，在4K 60帧的情况下，但是这个荣耀 Power 2居然是有的，我点一下，最高1080p 30，没办法了，那我们就4K 60帧用他们主摄了。他们已经站在太阳里面了，我们先拍一个顺光的吧。我现在从取景框里面看，只有这个1加的比较自然，这个荣耀 Power 2就显得像那种好几年前的画质啊。这个荣耀 Win RT 感觉也是比较的锐化，比较的严重啊。现在我慢慢的向他们走过去，那毫无疑问是这个中间的1加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啊。来吧，我现在慢慢转圈，我怎么感觉 Power 2有点掉帧呢？哎呦，它这个取景框真的很明显掉帧啊，一顿一顿的。
一加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然的，稍微有一点美化吧。现在我站远一点，向他们跑过去。哎，这个荣耀Power 2真的掉帧。哎呦，尤其是我在转的时候，跑着转的时候，它这个掉帧掉的特别明显啊。哎，你今天啊，我还想说，你今天不笑我都不习惯了，好吧？毫无疑问啊，是这个中间的一加会显得稍微舒服一点。这个荣耀Power 2，这个颜色太不对劲了。现在是下午的2点多钟、3点钟的样子啊。我看你能憋多久，好吧？我再拍拍你。啊，那确实是中间一加会比较真实一点。这个无论是光影层次还是清晰度，我感觉都是一加会好一点的。前2台荣耀就显得锐化好严重啊！我们准备用他们前置录像，然后发现荣耀Power 2和一加 Turbo 6全都是1080p 30帧的最高规格啊，这个太拉了。反倒是这个 RT 呢，它支持4K 30帧啊。那我们就把 RT 也变成1080p 30帧吧，那没办法了呀。好了，现在我来做这3台手机的前置视频录像。OK， 1080p 30帧，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想拍啊。现在我从观感上看，屏幕亮度我觉得是中间的这个 Turbo 6比较暗啊，比较黄。Power 2跟这个 RT 还比较亮啊。颜色的话，这个 Power 2把人拍得很白 ，Turbo 6呢把人拍得有点红了。这个 RT 呢还相对来说有点自然啊，比较黄。哦，不是说我人黄啊。然后我现在往前跑一下，大家看一下防得啊。这个30帧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好吧？然后现在有太阳，我绕一圈，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眩光。好，现在顺光了，你感觉呢？没有，我觉得还是一加显得会好一点，对，它层次感会好一点。这个后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后面的建筑，其实只有一加这边会比较好一点啊。这个 RT 就已经爆掉了呀。然后那个 Power 那边感觉就看不清楚，而且它整个色温都不对的，感觉它整个是冷色调的。好的，现在我们准备用3台手机的前置摄像头来拍一下人像啊，人像模式。这个 Mini RT 就显得已经上妆了呀，它美颜是自动开的。3台手机其实都应该开了一点美颜啊，哎，一加没有开，中间一加美颜默认是关的，那我们就默认了，其他都不动了。只有 Mini RT 呢，它这边显示的是0.8。那从现在这个画面上来看，确实也是它这边写的是最广的。这样逆光的，看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 Power 2真的好夸张啊，这个美颜什么情况呢？冷白皮。好的，现在我们换了一个角度啊，现在是顺光，来吧，3、2、1，这个 Power 2，我感觉我人种都变了，还是顺光，我们切换到3台手机的拍照模式，来吧。其实这3台手机，我觉得我们不太应该评价他们的拍照效果，但是我还是觉得一加会好一点啊。这样是逆光哦，一加跟 Mini RT 都还可以吧。现在我们准备拍一下后置的人像，他们都只有1倍和2倍，其他就是默认的，无所谓了，好吧，这几台。先逆光拍一下他们2个，只有一加的这个背景虚化会显得比较明显啊。好，2倍，那还是一加的会显得比较自然，尤其是荣耀 Power 2啊，太难看了，朋友们。Mini RT 还好一点，它只是整体的那个颜色显得不太自然吧。我们在顺光拍2张啊，整体的这个氛围呢，肯定是一加会比较好了。又搁那笑呢，不知道在笑什么，这人跟弱智一样。2倍我就只拍你一个人了，脖子哥。你看这个荣耀 Power 2，它已经把你脖子上的痕迹都给去掉了。Power 2取景框也太白了吧！接下来在拍照模式拍一下人啊，这个一加就没有超广角了嘛，那我就只能多拍上1倍了。我目测应该是这个荣耀 Power 2的超广角是最广的，但是感觉画质好差呀，就整个取景框就是那种蓝白的。算了吧，这个机器我也不多说了，就这么个水平啊，多拍一张1倍呗。一加的颜色还是最正常的 ，VRT 稍微艳一点吧，而且写的锐化比较重一点，其他都还好。还是拍我们脖子哥啊，他已经非常自豪的把他的脖子展现出来了，他搁那憋笑呢，然后要把肚子挺得那么大，也不知道在干嘛，可能有点超雄吧。逆光再来拍几张啊！哎，你别变啊你啊，又别回去啊，你真的恶心。哦哟，这个 Mini RT 在逆光的情况下真的很没有层次，就一片惨白啊，2台荣耀都是一样的。哎呦我的天！也不知道天天想着这笑啥呢，他在这边憋笑啊，这边脖子没有，就是一加其实还是保持了绿厂一贯的那个取景框体验比较好的那个状况，但是呢，它毕竟定位只有这么高嘛，所以我觉得拍照的体验肯定还是比其他的要差一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随便拍一下照片了，然后我们超广角也就不拍了，因为没什么好比的，毕竟有一台也没有，最高也就拉到10倍了吧。其实我从取景框上来看的话，这个草地的颜色一加还是显得会偏黄了一点，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它屏幕上的这个自适应会比较明显啊。Mini RT 其实这个颜色是比较真实的，
确实这个一加还是显得饱和度有点高了，这个红色饱和度其实是没有我在屏幕上看的这么高的，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已经可以看一下了，这个屏幕的亮度已经有区别了，中间的一加还是比较亮的，大家可以看到吗？我们现在是对着太阳的一个状况，然后拿个5倍吧，拍一下上面那个是啥小香蕉。感觉这几台手机放到5倍都已经有一点力不从心了，WinRT 会稍微好一点。那我再拉到10倍，还是拍那个小香蕉吧。呀，WinRT 居然还可以拍20倍，一加也是可以20倍，不比这个20倍了。Power 2最高就只有10倍了，而且你在拖过一些胶带的时候，它又会震，哎呀，我真服了。再拍一拍这一栋，这个应该是以前留下来了吧？这可能以前真的是装油的。荣耀2台我们都默认的是鲜明，从取景器来看，这个蓝天是中间的一加会比较的真实啊，其他2台荣耀确实有点过饱和了。绿厂这个光影层次确实还是处理的比较好啊。高倍率又不拍了吧？有人已经躺平了呀，拍一下他呗。他怎么还知道扯一下衣服呢？到这个阴的地方来，确实这个光影层次还是中间的一加会比较好。绿厂确实从今年下半年之后的这一波取景框体验确实很好，它整个照片的层次感真的可以。我们再往高一点啊，拍一下那个比较仿什么欧式俄罗斯的那种建筑物啊，而且那边现在也是有点逆光的，这荣耀就显得一团漆黑了。哦，一加确实还可以，感觉 VRT 这个实时 HDR 有点不太明显啊。我们再往下拍一下这个马路啊，这个草地的颜色确实在顺光的情况下是荣耀 WinRT 会显得稍微准一些啊，一加这边还是有点太黄了。但是到2倍不看这个草地呢，那还是一加会好一些哦。OK 啊，我们在这里拍了照片，拍了视频，哎呀，很性感。然后呢，现在来报一下电量 ，WinRT 还有34，Turbo 6还有47，我去，这个 Power 2还有59啊，太狠了！现在下午的3点21分，打60人机枪战很什么呀？就感觉用不完，但是感觉这个 RT 就几级口味了。现在下午的3点21分，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5小时10分钟的手机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使用高德地图打车去往后湖喝点东西啊。途中我们会经过南葫芦隧道，我们会重点关注他们在隧道里的表现。我们已经上车了，现在看一个右拐。好，我们已经拐过来了。没有很大的区别啊。我们现在真的右转，感觉右边的这个 RT 反应会稍微慢一点点啊，就要进入到隧道了。我们现在右侧车道3台手机的车道识别都是准确的。我们已经进入隧道了，它们的亮度感觉都没什么变化。哦，中间一加感觉开始降了。OK， 现在这个亮度就是中间的一加，看着会比较的合适啊。WinRT 感觉也降了一点了，Power 2感觉还是稍微会亮一点啊，但都降下来了。3台手机现在进程没有很大的差别。好的，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弧线行驶了，中间的一加会稍慢一点，但进程差的不太多。现在这个中间的一加感觉亮度降的有点太多了。我们现在并到左侧车道了，3台手机都没反应过来。而且我们准备要进入到岔路口了。OK， 已经进了，看一下，都卡住了，都不动了，都不动。哦，2台荣耀先动了，一加会稍微慢一点啊。好，我们现在要的时候是一加先动的，对，它这个亮度突然一下就上来了。我们现在马上驶出隧道，一加好像跳的有一点点快了。对，要汇入到主路了。一加为什么还退出了那个车道机啊？它又进来了，又回来了。OK， 这一下就没什么区别了。我们导航了11分钟到目的地了。一加在进入岔路口的时候反应稍慢，但从岔路口要汇入到主路的时候反应又快了。反正这3台手机表现也都那样吧，不算好，只能说中等。因为他们在进入那个岔路口的时候都其实是有点延迟的。对，他们就是中等偏下的水平吧。现在 RT 还有32的电，Turbo 6还有45的电，Power 2还有57的电呢。这不是你的手机吗？你今天加班啊？我想睡觉了已经。我们用支付宝扫下共享单车2维码吧。你正确的说一遍，是用什么扫什么？用共享单车扫一遍支付宝的手机的2维码。乱讲。已经有手机放大了，来吧，扫。还是右边的 RT 比较快啊。门口扫一下，来。还是这个 RT 会显得进去的快一点啊。我现在拿电脑来测一下信号，我们刚刚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视频了，并且都开关了一下自动亮度。现在这几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5G 网啊，但是这个亮度大家可以看到还是中间的一加会比较低一点。走。哎呀，又是 Power 2，不对，这次 RT 也不需要导出了，只有中间的一加需要导出。完了，右手的 Power 赢了。我操，发的很快。Power 2最快。OK， 它已经发完了。
Turbo 6咋回事啊 ？VRT 第二，哎呀，没戏了，不想看了。确实有点不想看。现在发的快不？发的挺快的。哎，它最后这里卡住了。啊，好了。现在我们准备下载一个170多兆的一个游戏啊，小游戏。点。Power 2还挺快的，2点几兆，3兆了 Power 2。我 Power 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呀！这点 RT 什么东西啊？遥遥领先。行了，全叫我 Power 吸走了。那全吸了。你们的 Power 追我了。它的 Power 2是其他2台 Power 的意思。感觉这个 Turbo 6跟 VRT 旗鼓相当啊，都是200多 K。上午那个一加 Turbo 6不是很猛吗？上午那里信号好，你知道吧？所以能抢到网。这里信号比较差，但是这个一加的广告是比较少的，可以说没有广告。对。另外2个荣耀界面全是广告。好。Power 2已经下完了，其他2台20多兆，速度也没有明显变化，那不等了吧？就是200多 K 啊，很平均啊，270、260。哎呀，10v10终于重新开放了，打10v10啊！我的 Power 2还是120帧加4兆画质啊。就是其他2台就不要迁就它了吧。今天我们已经放弃跟你争夺这个什么续航第1名了。OK， 我 Turbo 6开的是120加，自定义最高啊。然后我这个 VRT 呢是最高画质啊，1.44赫兹加最高的画质。然后我们刚刚都开关了一下自动亮度，先来看一下。你中间一加比较暗呢，其他2台荣耀差不多。OK， 那我们打的时候会保持一致的。打了10分钟啊，目前我这个 RT 的帧率跟网络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爽啊。但是我死了。我的 Turbo 6呢，帧率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网络呢，它显示一直绿色，但是我玩起来感觉有点不太跟手了。Power 的帧率偶尔会在110上下浮动啊，打团的时候其他还好。我们在打10月上，刚刚我终结了一个 BOSS， 然后我现在我就驾驭它了，你知道吧？就现在我变得特别大。我看看，你变得确实挺大。比你大吗？我这个大招贼牛逼，我站不动了，看到这，嘟嘟嘟嘟，牛逼吧？啊，然后呢？人要死了。这把游戏打了快16分钟啊，没有进入那种一日720 10v10大混战那种感觉，但是感觉复杂也不是很低，也有很多人在打架。我的 Power 2只有人多的时候能在110帧上下，其他就基本维持在120。我的 Turbo 6帧率没有问题啊，就打的时候不太跟手，玩的有点不舒服。我这个 RT 呢，网络没有任何问题，帧率的话呢，在混战的时候掉到了130左右，但是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剩下的144非常的稳呀。那我们再来一把10v10吧。第2把10v10开始之前呢，我们加了这个游戏的这个相关设置呀，然后2台荣耀都是开了一个触控增强和一个画质增强的选项。Turbo 6我开启了超值 HDR 画质和高分辨率啊。但是开始之后呢，我这个 Turbo 6的亮度还是不如他们2台的。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把亮度统一了。第2把玩要10v10，我们只打了8分钟啊，队友太强了，给这边平推了。加上我们上午第2把5v5呢，打的时间就比较短。那我们就再打一把玩要10v10吧，依旧是所有的游戏设置都打开啊。然后这个打家店呢人有点多，我们就出去打吧。OK， 我这个 RT 因为在户外的亮度是最高的呀，然后另外2台呢就保持跟我一致了。第3把王者荣耀10v10打了不到10分钟啊，然后3台手机的帧率跟网络都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是下午的4点48分，已经使用了6小时20分钟的手机了。你这个 Power 2还有46的电，我这个 RT 17。Turbo 6还有31啊，再打一把吧。我们第3把王者荣耀10v10也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就再打一把好吧，反正现在也没事干，就到时候用个6个半小时多好吧。来干。最后一把游戏打了20分钟，3台手机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们今天的户外流程就到这儿吧，毕竟现在也有下午的5点10分了。我们今天用了6小时42分钟手机，我的 Power 2还剩41的电，我这个 RT 还有11的电呀。差了30%啊，怎么差出来了？虽然说这 Power 2负载确实要低一点嘛，但是我这个 Turbo 6还有25的电啊。那么稍后我们就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待会儿见。今天就不搞完了啊。好的，我先来总结一下我这个 WinRT 的表现啊。我觉得它今天比较满意的点就是亮度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游戏调度我觉得有点迷啊。早上跟下午的王者呢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掉帧，无论是144还是120，但金铲铲无论开了游戏模式还是开了风扇之后，都是稳不住这个帧率的，就100帧左右徘徊。它的弱网表现也差点意思，但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在厕所里面，它这个联通卡呀表现是比较好的。其他的话，像导航方面，实时位置跟这个路线规划是比 Power 2要慢一点，但是呢，我觉得它这个质感包括周边的配置还是不错的。2000价位，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吧。因为像这个超声波指纹呀，包括和这个金属边框，还给个风扇。好，接下来轮到我这个一加 Turbo 6了。首先，这个 WinRT 作为一个主打线上机制啊，它确实料丢的比较足啊。像我跟这个 Power 2呢，都是什么短焦指纹，我这个 Turbo 6呢还是塑料边框啊。但是我这马达会好一点，那个 Power 2隔了
搞了个转子马达，就是整体堆料是不如 WinRT 的。但是啊，我想说，WinRT 作为一个10000毫安时的电池啊，今天这个续航跟同为10000的 Power 2差了30%。虽然说负载不一样，但是话又说回来。哎，我这个9000的 Turbo 6，今天的负载我们俩其实没有差很多，就是它的王者荣耀啊，它可能开的是144，我开的是120，就这么点差距了啊。然后整体的亮度呢，它也没有一个很高的明显的优势啊，它搁这避重就轻呢，搁这 WinRT 洗，我不接受，好吧？它这个亮度之后就很暗啊。像我们打金牌的时候，当时太阳很大，它这个亮度一会儿就降下去了，反而是我 Turbo 6的亮度要比较高啊。说实话是没有想到的，你一个8S 键式加塑料边框，会比它一个金属边框再加上有风扇。那个表现还要好一点啊！今天视频开头，其实我对我这个8S 键式的一加 Turbo 6是不太自信的，但是今天用下来，我觉得出乎我的意料啊。像这个 WinRT 呢，这个续航是说不过去的，但是这个 Turbo 6啊，最后还剩25%，我觉得我是很满意的。然后说到表现呢，就是它的游戏调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作为它这个芯片来说，它的金铲铲居然游戏释放会比这个 WinRT 要好啊！它在步行导航啊，它的实时定位跟规划呢都比较精确啊，步行导航是比较好的。还有一点很令我意外，就在上午那个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它的下载速度高达50-60兆啊！那另外2台荣耀加起来都没有我一个1加快，从来没有在绿厂的机器上见过这个速度啊！对，但是下午的那个信号比较差的地方呢，它就抢不过那个 Power 2了，但是跟 WinRT 也是差不多的啊，我觉得可以。而且还有一点吧，你这个机器确实会比它要便宜一些。啊，这个确实嘛，但是用料方面可能会差一点了。然后它稍差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日常亮度，它的整体亮度是会比 Power 2要激进一点，但是呢，它的自动亮度策略没有 WinRT 那么激进，但是它有些环节感觉有点特调啊，它拍照的时候还挺亮的，然后打到金铲铲的时候亮度也拉得很高，就有点迷吧，就是亮度策略不是特别好。感觉它那个亮度策略就是会把最低亮度的下限拉得比较高一点，但是上限又不高。比较差的一点还有就是它的车载导航啊有点迷，还有就是在那个厕所的时候，虽然说不管是电信还是联通，它都是处于第2的位置，但是就是还是偏差的那一列啊。像 WinRT 它是联通啊，表现非常好，电信呢也基本能用。Power 2呢是联通基本用不了，但是电信表现特别好，它就显得有点中规中矩的感觉，就是不出彩。这也是我今天对这个手机的评价吧，就是大多数表现啊都处于中游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还是出乎了我意料吧，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如果你预算比较低的话，我觉得考虑这台手机是可以的。8S 键式也得看是谁家的啊。对，这应该是我们测过相对来说表现最好的8S 键式的手机了，包括这个价格，如果你能接受它这个塑料边框呢跟这个短焦指纹的话，啊，以及这个不太好的拍照，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不是，这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呀？说你长得像 iPhone 不就行了呗？同为2699的这个价格，这 WinRT 和这个 Power 2确实打出了差异化呀。这个 RT 就是性能好一点，我觉得 Power 2主要就点在了续航上面。感觉它续航会比 WinRT 稍微扎实一点啊，虽然它今天的负载比较低啊。是的，但也不至于差30%。我说实话，这个 RT 就是虚，还打不过。我感觉就是同样负载，它打不过我这个9000的 Turbo 6的。啊，确实可能打不过，它亮度可能就比你好一点，但实际上差距也不会到14%吧。我觉得 Power 2的周边配置其实挺奇怪的，它有一个金属边框，但是是一个转子马达加一个短焦指纹，也不知道在到底取舍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卖个2699。它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地方只有微信视频上传，两边都是没有导出的，在信号不好的数据杀青草那里下载速度比较快，其他没有什么很出彩的地方了。导航表现也是中下水平。这3台手机的导航表现都是中下水平，好吧？性能释放也就是那样。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屏幕默认是鲜艳模式，我看着有点不太舒服，有点刺眼的那种感觉，感觉太蓝了。它没有那个环境自适应啊，这个是 RT 有的，它没有，砍掉了。所以这个 Power 2，如果你真的需要一个续航很好的手机，那你就选它吧。其他我是持保留意见了。但是我想说的是 ，RT 这个续航其实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应付绝大多数人一天的使用都是 OK 的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买这个 Power 2吧，因为它们两个价格是一样的呀。那么影像部分就让大师继续来说吧。到底有什么好说的？这3台，这个没有广角，这个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吧。这个一加它就是跟绿厂的一贯的那个策略是一样的嘛，在拍照的时候屏幕会比较亮一点，全景框体验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呢，它只有1颗摄像头。另外1颗感觉就不参与成像吧，或者说参与程度比较不高吧。这个 Power 2呢，别看它长得像 iPhone 啊，它拍照跟 iPhone 1毛钱关系都没有，它那个超广角很明显的是要差一些的，而且我感觉它的主摄也是很奇怪的。
而且本来我以为它是有3颗镜头的，没想到下面那个是塑料的呀。装饰啊，装的很像。对对对。真的吗？他还点了一个点在那里，哦，就很像那种假镜头。不知道啊，反正这3个镜头，就没有一颗很好的。然后包括它的屏幕出来显示的那个效果呢，就感觉像是几年前的手机啊，就是取景框又难看，拍出来照片也很难看。拍照最齐全的其实是这个 Win RT 了，在上一次跟那个荣耀 Win 一起比的时候呢，我发现它除了长焦之外，其实并不比 Win 要差呀。然后它这一次其实整体拍照是比较好的，它只会比一加的那个取景器感觉体验要差一点，但其他的部分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啊。我们在那个草地上拍照的时候，其实是对于草地的那个颜色的还原，它是比一加要好一点的。一加就是整体的光影效果会好一点，但颜色其实并不一定比这个荣耀 Win RT 要准的。其他还要补充的地方就是3台手机的后置摄像头全都支持 4K 60帧，但前置只有这个 Win RT 支持 4K 30帧 1080p 60帧，其他2台全都是 1080p 30帧，我觉得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但是微信视频的效果呢，还是一加会比较好一点了，其他2台荣耀要么就是显得比较假，要么就是感觉不太清楚啊。那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荣耀 Win RT 啊，我们也是测了2次了啊。上一次跟荣耀 Win 比的时候，它在亮度远逊于荣耀 Win 的同时，啊最后的升的电还打不过那个荣耀 Win。然后这次呢，它表现又跟这个9000的 Turbo 6差不多啊，这足以证明啊，至少从我们这2次的测试结果来看啊，它这个10000毫安时确实是有点虚的，确实。但是我们这台也是新买的，不是上次那一台。不是上次那台啊，是新的哦。但是呢，它的周边的配置呢，在2000多这个价位啊，确实比较水桶啊。只是它这个10000毫安时间唬人，续航可能没有那么的夸张啊。就是它的续航是好的，对，但我觉得可能跟大家预期还是会有一点点差距啊。那预算不够呢，这个 Turbo 6也是可以选择啊。这个 Power 2呢，如果你平时打游戏打的比较少啊，并且你对什么指纹啊、什么拍照马达呀、拍照啊都不太感冒，你就想一个续航好的手机，哎，这个10000毫安时的样式好的手机，这个长得确实很像某14 Pro Max 啊，长得这个小米14 Pro Max 一模一样，没有优点不用硬掰，好吧？但它续航确实很牛啊，对吧？就咱们主打一下下沉市场，好吧？就你送外卖。或者你经常在户外，但它亮度也不行，手动还是能拿得。反正续航挺好的啊，反正续航很好。不要掰了，不要掰了。OK， 然后2000多同价位呢，你想要综合的，还可以考虑什么一加 A46啊、A46T 那些手机啊，也是不错的。那么大家最后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啊！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